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故事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个非常真实，也有点紧张的小经历。我丢钱包的那一天。丢钱包这种事情，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在上班的路上，可能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也可能是在旅行的时候。丢钱包虽然让人很着急，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小故事，甚至一些小惊喜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是一个星期六，我准备去市中心和朋友吃饭，天气很好，阳光很暖，我心情也不错。出门之前，我还在想，今天要不要顺便买一件新衣服呢？所以我带了钱包，里面有一些现金，还有银行卡，还有身份证。你知道的，这些东西如果丢了，会很麻烦。我坐地铁去市中心，地铁上人很多，我找了一个角落站着，手机放在口袋里，耳机里放着轻音乐，我还拿着一本小书，一边看一边笑。可是下车的时候我有点急，我听到广播说，下一站就是市中心站。我立刻关了书，把耳机收好，然后跟着人群往外走。走到地铁出口，我突然想喝水，我伸手去摸口袋，想拿钱包，结果，咦，怎么没有？我又摸了另一边口袋，也没有。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很快，我赶紧检查背包，把里面的东西都翻出来，手机有，钥匙有，就是没有钱包。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，心想：糟糕，我的钱包呢？那一刻，我感觉周围的声音都变得很吵，有人说话，有人笑，有人打电话，可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我只想着我的钱包，我的钱包。我回忆了一下，出门的时候还在，坐地铁的时候也应该在。是不是刚才地铁上掉了，还是被人拿走了？我开始紧张地往地铁里跑回去，可是人太多了，我根本找不到。工作人员看我着急，就走过来问：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说：不好意思，我的钱包丢了，可能在地铁上。工作人员说：你可以去失物招领处问一下，有时候会有人捡到交上来。于是我赶紧去了失物招领处，工作人员很耐心地问我：你的钱包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说：是一个黑色的皮钱包，里面有几张卡和一点现金，还有一张我的身份证。工作人员点点头，说：好的，如果有人捡到交上来，我们会马上联系你。你可以留一个电话号码。我写下了号码，心里还是很不安，因为身份证丢了真的很麻烦，银行卡丢了也要去挂失。我想，算了，先打电话给银行吧。于是，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拿出手机打给银行客服。你好，我的钱包丢了，里面有我的银行卡，请帮我挂失。客服小姐的声音很专业，她说：好的，请提供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我一边回答，一边心想，真麻烦啊。就在我准备要回家，放弃这一天的时候，突然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。我接起来，喂，你好。对方是一个男生，他说：
你好，请问你是不是丢了钱包？我在地铁座位上看到的，上面有你的身份证，所以打电话给你。”哇，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心里特别感动，连忙说：“是的，是我的，太谢谢你了，真的太感谢你。”我们约好在地铁站出口见面。几分钟后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，手里拿着我的钱包。他笑着说：“我看到钱包掉在座位上，刚开始以为是谁忘了拿，后来打开一看，有身份证，所以就打电话给你了。”我赶紧接过钱包，翻开一看，里面的东西都在，一张都没少。我心里特别温暖，连忙说：“你真是个好人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肯定会很糟糕。”小伙子摆摆手，说：“没关系，谁遇到这种事都会着急，我只是顺手帮个忙。”说完，他就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想，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件事虽然让我很紧张，但最后却让我收获了一份信任和温暖。回到家以后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。妈妈说：“你要小心一点，出门一定要把钱包放好，最好拉上拉链。”爸爸笑着说：“还好遇到好人，不然你今天肯定要跑很多地方挂失。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以后一定要更小心。”后来我也学到一个小习惯，出门的时候我会先摸一摸口袋，确认手机、钥匙和钱包都在。坐车的时候，我也会把包放在前面，而不是背在后面。虽然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小，但真的很有用，因为一旦丢了，不仅麻烦，还会影响心情。其实，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小意外，有时候是丢钱包，有时候是手机没电，有时候是下雨忘带伞。这些小意外可能让我们觉得烦躁，但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让我们学会更有准备，也学会相信别人。就像我这次丢钱包，虽然过程很紧张，但最后却让我遇到一个好心人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心里还是觉得很温暖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你也不小心丢了东西，不要太慌张，先冷静下来，想一想可能在哪里丢的，去问一问工作人员，打电话给银行，或者请朋友帮忙。最重要的是，相信总会有人愿意帮你，因为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很麻烦，但也常常充满了善意和惊喜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故事。丢钱包虽然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，但它也让我学会了小心，学会了感恩。希望你听了之后也能有一点点启发。下次出门的时候，别忘了检查一下，手机在不在，钥匙在不在，钱包在不在，这样你会更安心，也会更轻松。